我覺得這個比我們上一集有介紹的烤鴨捲餅那種裡面的醬汁的味道，還有裡面的鴨肉還要好吃。這一次這個烏魚子的味道，我覺得吃起來很像，就是味道很淡的魚鬆，冷的關係加上一點辣，有一點點像泰式風味。但它的醬料很香，但是呢也是過鹹。我覺得就跟一般好吃的叉燒店的叉燒其實已經差不多了哦。雖然說它是燻鴨，但它吃起來蠻像豬腳的感覺。這集我們就要繼續幫大家介紹，就是我們上一集有說到，這集 Seven 的新品真的太多了，所以我們幫大家分2集拍，因為其實做的新品很多，我覺得有些都很特別，所以我們就也一起幫大家介紹。那繼續我們幫大家介紹的是這一期 Seven 就是跟我們之前有說的，跟茶號坊他們合作聯名的幾款的御飯糰，就分別先幫大家開箱。這個是茶號坊聯名的京醬鴨絲御飯糰，這個就是鴨肉的御飯糰，以前比較少見到鴨肉的，本身我沒有看過啦，所以我們這個也幫大家介紹一下這個京醬鴨絲御飯糰。吃完這個京醬鴨絲御飯糰啊，我覺得這個比我們上一集有介紹的烤鴨捲餅那種裡面的醬汁的味道，還有裡面的鴨肉還要好吃。這個鴨絲御飯糰它裡面的鴨肉比較有彈性，上一集有講到的那個北京烤鴨那種捲餅的，裡面鴨肉比較乾柴，比較老，這比較好，比較 Q 彈，比較好吃。那醬料的話，上集那個捲餅比較鹹一點，很鹹。那這個的話，我覺得沒有那麼鹹，但是呢，我還是覺得很不習慣，就是有鴨類的這種產品是冷的，因為放在御飯糰裡面是冷的。我還是比較喜歡吃熱一點的鴨肉，雞絲那個我覺得還可以就算了，但是鴨肉真的是比較少見。如果是我的話，我可能不一定會喜歡這個鴨肉的這個御飯糰，因為太冷了。所以呢，可以吃一吃看看，整體還不錯。但是如果要選的話，我還是會選其他御飯糰，畢竟我個人原因呢比較不習慣這個鴨肉的御飯糰。下一個的話也是這一期新出的冠軍烏魚子御飯糰，這個是烏魚子御飯糰，就是也是少見啊。那我們就幫大家試試看這個烏魚子御飯糰。吃完這個烏魚子御飯糰，我覺得本身沒有很推薦呢。我剛吃了很久，甚至吃到這麼一小塊，大概已經吃到剩1/4了。對，我覺得裡面的烏魚子啊，普遍偏非常小。它的那個大小大概就是一般你去買手摇飲的珍奶的珍珠的1/3而已，它就一塊就是那個的1/3而已，我覺得是蠻小的啊。我覺得有點過小了，所以就是第一個沒有什麼烏魚子的口感。那味道的話，我覺得不知道為什麼這一次這個烏魚子的味道，我覺得吃起來很像，就是味道很淡的魚鬆，跟我一般以往以前吃過的烏魚子有一點不一樣，不是我那麼喜歡的口味啊。就是很像魚鬆很淡的這種烏魚子的味道以外，然後它的口感又是屬於小顆小粒的，我覺得沒有特別喜歡這個烏魚子御飯糰啊，就是普遍的口感跟它的味道，我就沒有特別推薦的。那大家可以自己斟酌看一下這個烏魚子御飯糰。另外的話是鮮蝦明太子冷意大利麵，這個也是這一期的新品，是一個冷的意大利麵。那我覺得蠻特別的是，我知道有冷的意大利麵，但是我應該沒有吃過啦，所以可能其他人有吃過，我沒吃過，所以我覺得也蠻特別的，也順便幫大家一起開箱一下。但它裡面會有附一個這個醬汁，幫大家淋上這個醬汁。那也可以很清楚看到這個意大利麵啊，它附的蝦子，小蝦仁總共有5隻，這應該都是固定的啦，它是5隻蝦仁這樣子。對，那我們幫它攪拌一下以後，讓大家試試看看冷意大利麵。沒有吃過冷意大利麵，我啦，我們試試看這個攪拌完這個醬汁的冷意大利麵。吃完這個冷意大利麵啊，第一個它味道是有一點偏微辣的，我一開始以為是完全沒辣，但是這個微辣我覺得也不錯，也還算蠻好吃的，蠻清爽的。对，因為冷的關係加上一點辣，有一點點像泰式風味，但是又不是真的很泰式，沒有酸，所以就沒有到真的超泰式，就是有一點微辣。這個冷的意大利麵，其實我覺得還算蠻適應的。剛剛前面我說有那個冷的鴨肉，我真的不太喜歡，但這個冷意大利麵，我覺得還可以耶，還不錯哎。一樣的就是像冷意大利麵跟冷烏龍麵一樣，它可能就是麵的彈性也都會比較好。除了麵的彈性會比較好以外，然後它的麵的味道，那個醬的調醬啊，就明太子那個醬，吃起來味道我覺得。這一次給的這個明太子的醬，我覺得也是蠻不錯的哦。對，所以就是味道那個明太子的醬很有很夠，也不會說味道很淡，然後麵的彈性很好，然後它
變成冷的意大利麵的時候，我覺得會有另外一番蠻清爽，剛好符合現在夏季南洋風格的感覺，我覺得是不錯的。這個我覺得就還算推薦。那蝦子的話，剛剛也有吃一下，是很新鮮、很脆口的哦，非常有彈性，非常新鮮的，不是什麼好像放很久那種乾貨的那種蝦米或幹嘛的。這個是就是算是新鮮的、完整的蝦仁。那整體的話，這個意大利麵冷意大利麵，我覺得是蠻推薦的哦。接下來是這一期他們出的一個新的便當，叫做三杯雞燴飯，好像也是聽起來是一個很常態的商品，但是我好像沒有買過，所以這一次我也把它買過來試試看。這個三杯雞燴飯上面有那個三杯雞燴飯，那我們就把它倒出來吃一下，我們就幫大家試試看看。先來吃一口它的這個醬料配它這個飯。吃完這個三杯雞燴飯啊，第一個我覺得它的醬料很香，但是呢也是過鹹。我覺得好像那個鹹度好像比一般的我們外面吃的燴飯大概鹹2倍吧，所以我覺得有一點點過鹹了。對，這個味道部分，可能大家就自己斟酌。喜歡吃重鹹的話，可以考慮啊。但是如果你平常的口味不是到很重鹹的話，你可能就不一定會喜歡。但是呢，包含它裡面的玉米筍啊，還有它的杏鮑菇這2樣配菜啊，其實我覺得是蠻新鮮，蠻脆口的。它雞肉的話炒得蠻好的哦。第一個很香，然後那個三杯雞的那個味道很重，雖然真的有點過鹹，但是除了過鹹以外，它雞肉很嫩，很好吃，然後很 Q， 然後三杯雞的味道很重。整體的話，雞肉的話還蠻推薦的，只是數量有點少，大概約莫1塊大塊，然後大概3到4塊小碎塊，就是還算是我覺得分量有點中低啦。飯的話就一樣，7的飯就是也算還蠻好吃，就蠻 Q 彈，就跟一般便當飯一樣。但是它的這個醬料有點過鹹，很香沒錯，聞的時候真的超香的。那你如果還可以接受比普通鹹一點的話，你可能會很喜歡。但是我覺得有點過鹹，所以呢，這個話大家自己斟酌一下。接下來又是這個潮澳坊跟星級饗宴聯名的這個港式叉燒油雞雙寶飯。就是我們外面叉燒店很常見到的雙寶飯啊，我們最常見的雙拼啊，我們就幫大家試試看看，來試試看它的肉。大致上吃完這個叉燒油雞，第一個飯的話，它搭配它這個叉燒醬啊，其實很爽脆，會一口接一口，因為它這個醬還蠻適合配白飯的，我覺得。那菜的話，它就是標準的叉燒飯會有這種青江菜，有一點點偏軟，跟我想的不一樣。因為很多微波便當它吃的青江菜是有一點偏硬，有點乾硬的。那它這個還算蠻軟，水分蠻多的。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一次這個青江菜是這樣。那整體的話，菜還不錯。那2種肉呢，叉燒肉吃起來呢，我覺得就跟一般好吃的叉燒店的叉燒其實已經差不多了哦。所以這個叉燒這一個部分，我覺得還蠻好吃的。除了它很好吃以外，它比起一般的叉燒的話，它上面那個醬更多。因為一般你在外面的叉燒店，它的那個叉燒，它的淋的那個醬沒有到很多，因為它可能中间很前面的地方比較厚，所以就是通常都是外面紅紅的地方會比較有醬。那這個話它可能經過全部調理了，所以它其實就算中間這個地方也還是很多醬，味道很夠。然後它這個叉燒肉也很有彈性，也很好吃。那油雞的話呢，我覺得就跟外面的叉燒店的油雞比起來遜色一點點，有一點點沒那麼多汁，沒那麼嫩。對，這個稍微比較硬一點點，但是也沒有差很多啊，就是仔細吃才吃得出來說它會有點差。我覺得這個便當的油雞比較差一點，但是它的叉燒卻我覺得比一般叉燒飯還來得好，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斟酌。那整體這個便當呢，如果要跟外面的叉燒油雞比起來的話，我覺得除了配菜少了一點以外，因為外面的便當可能可以選3個配菜，然後1份主菜這樣子，那它就一個青江菜的配菜。除了這一點我覺得比較差以外，那其他不輸一般外面的叉燒油雞啦。那價格是109塊，跟外面普遍的叉燒油雞比起來，以現在的物價略便宜一些，因為現在的叉燒油鸡大致上應該落在130上下吧，就是有150的，也有120、110的，也都有，平均落在130上下，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評估看看。再來的話，這個是跟元敬莊聯名這個櫸木燻鴨，那我不清楚這個字是不是念櫸啦，
那如果不是念莒的話，就請大家包涵一下，小弟的國文沒有很好。但這期也蠻多鴨肉類的產品哦，上集有那個鴨肉的捲餅，然後還有剛剛早一點吃的那個鴨肉的御飯糰，現在是這個是燻鴨，幫大家試試看看。吃完這個燻鴨，我覺得它有分量加倍啊，所以它比起一般的這種微波的這種一些像我們常吃的那種韓式炸雞，分量我覺得還來得多一些。它其實雖然說它是燻鴨，但它吃起來蠻像豬腳的感覺，就是它不像一般外面有一些燻鴨或是一些鴨肉吃起來可以吃到很有嚼勁的鴨肉纖維。那它這話，它可能部位也有關係吧，它的話。鴨肉纖維吃起來的話，反而沒有那麼明顯，因為它可能帶了很多皮或幹嘛的，吃起來蠻像豬腳的那種口感，但是味道還是以燻鴨為主啦。整體來說，以現在這個加量的分量跟這個口味不會偏鹹，口味很適中。對，因為前面有幾個鴨肉，我覺得都偏鹹。對，這個話我覺得還蠻適中，還不錯，口味不錯。口感的話，我還是比較喜歡正常的燻鴨的那種口感，但這個的話也不會太差。對，就是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可能使用部位不一樣，或是這個是他們這個品牌的特色。對，我覺得各有優缺。但口感的話，我覺得也還可以接受。整體的話，我覺得會是我想要會當小菜配的一個料理哦。對，這個我覺得也可以推薦大家，這個還不錯。接下來是他們這一期出的，因為這一期他們其實有一些舊產品有出一些新包裝，就是跟皮卡丘這個寶可夢聯名的一些新包裝。最近也蠻多人在跟寶可夢聯名，像 Mr. Donut 也是。那有一些是新品，有一些是舊的。那有一些我本身就知道是舊的換包裝而已。那這一個的話，我不確定之前有沒有出過，可能也有。它是托斯卡尼雙線吐司，它是有特制奶油起司醬跟軟嫩吐司。這個產品的標語是這樣，那我們就幫大家試吃看看。吃完這個雙線吐司，第一個我覺得它味道其實還不錯，就是表層它有那種熬過的甜甜奶油，然後整體的話不會到很甜，就是我覺得還算是蠻滑順、蠻柔順的那種甜味。但是呢，我覺得這個吐司的口感沒有很好，就是有點太硬了。對，這個吐司沒有吐司那種很柔軟的那種口感，有點過硬欸。對，硬到有點，我覺得算是我吃過最硬的、最乾類型的吐司。所以這個是這一期的新品。對，它以它的甜味，它的味道是不錯的，但是以口感的話，我覺得沒有特別推薦這個托斯卡尼雙線吐司。下一個的話是這一期出的一個布丁，這個生乳烤布丁，多時候都有出過生乳烤布丁啊，那不知道這一期，因為這是官網上寫的，這一期出的產品，那不知道是不是不一樣的烤布丁，或是不同品牌的，給大家看一下。這打開是這樣，它外面上面有一層類似好像焦糖布雷的一層焦糖在最上面，最下面有焦糖的話，最上面也有點焦糖。那我們幫大家試試看看。這生乳烤布丁啊，其實上面那一層焦糖的話，有一點像是融化的一層薄薄的膜的感覺。我覺得沒有特別有什麼口感跟味道，有一點點焦糖的味道。最底下的那一層焦糖卻有很重的那種焦糖的焦態感跟甜味，我覺得還不錯啦。只是如果跟這一期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上一集有拍的另外一個焦糖布雷比起來的話，那個的話會比這個強非常多我覺得。所以如果跟那個比起來，這相較普通一些些。它就是如果以這個價位的話，我覺得 CP 值倒沒有到很高，它也不錯，也還蠻好吃的。它比較甜一點，但是我還是比較喜歡像上一期那種，就是稍微甜味沒那麼重，但是口感層次比較好。這個就比較屬於一般布丁的口感的層次，就是下面是焦態，中間的話還算是綿密，但是沒有上期那個布丁那麼綿密。然後最上層的話就是一層薄膜的感覺，沒有特別有另外一層的口感。這個焦糖布丁來講，我會比較推薦上一集介紹的那一款，我會比較推薦。我們這一集的話，包含上一集，我們就把這一期所有的 7 品項的新品，幾乎啦，大概8到9成，當然還有很多還沒介紹。大概還有1、2成，但還沒出啦，還沒介紹，那大家就可以自己去 7 自己去評估採購看看。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了，謝謝大家。